最近中国需求放缓，铁矿石价格回落，中国房地产的低迷期比大家预想的还要长，基建强度也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疯狂喷发了。你看最近刚公布的制造业 PMI 数据依然在荣枯线边缘挣扎，这说明整体的钢铁需求真的变得很弱，直接导致钢材库存越堆越高，钢厂看住满仓库卖不掉的货，补货的意愿跌到了冰点，采购铁矿石的节奏自然就慢下来了。但最让市场焦虑的是，澳洲和巴西这两大供应商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出货量依然在高位挺住，全球供应端完全没有要收缩的意思，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别扭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需求极弱，但供给极强，所以铁矿石价格从前期的高点掉下来，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市场规律的必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对不是什么短期的小水花，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彻底转变后的一个长期需求下降。房地产已经不再是拉动钢铁的老大哥，而新兴制造业虽然在追赶，但还没强大到能完全接过这个重担的地步。所以除非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突然祭出核弹级的大规模刺激，或者澳洲那边突然出现极端的供应中断，否则铁矿石很难再回到过去那种闭着眼都能赚钱的高景气循环了。这段分析听起来可能有点硬，但如果你听懂了，你就已经跑赢了市面上 90% 的散户。因为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那就是时代的潮水方向变了，而很多人还在试图逆水行舟。你可能在荧幕前想，这关我什么事？我又不买铁矿石，我家也不开炼钢厂。但如果你手里有澳币，或者你正在找机会想在接下来这段经济混沌期赚点钱，甚至实现阶级跨越，那这件事跟你钱包的厚度有着致命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聊聊这个标题：中国需求放缓，铁矿石回落，澳币会否跟住跌？先给你们透个底，这期内容我准备了非常久，里面没有那些听不懂的教条，我会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把这背后的赚钱逻辑、未来的走势，还有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你一定要跟住我的思路听到最后，因为在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给你们，一个我个人目前真金白银在盯着的隐藏版资产布局策略。在这个局势下，别人恐慌的时候，我们怎么贪婪？看到最后你就懂了。其实讲到铁矿石和澳币的关系，我想起前几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叫他老李吧。老李当时手里有点闲钱，看住澳洲房地产火热，就换了一大笔澳币，准备去布里斯本买套别墅投资。那时候澳币汇率多好啊，他天天跟我炫耀说自己眼光准，觉得自己抓住了时代的红利。结果呢，没过多久，国内房地产政策一收紧，钢铁需求一降，铁矿石价格暴跌，澳币跟住跳水。老李那套房子的首付，光是因为汇率跌幅，就让他凭空蒸发了一部名车的钱。他当时坐在我对面，那个懊恼、自责，甚至有点怀疑人生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问我，为什么国内不盖房子了，他在澳洲的钱会变少？这就是很多人心理上的盲区，觉得世界是分裂的，其实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把这件事放到生活中看，假设中国现在是一个超级大的面包店，这家店生意好的时候，天天都在疯狂烤面包，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盖大楼、修桥铺路，而烤面包需要大量的面粉。澳洲就是隔壁那个家里有着一大片麦田的面粉供应商，因为面包店生意太好了，面粉供应商就拼命涨价，数钱数到手抽筋，他赚了钱，他口袋里的澳币自然就很值钱，大家都觉得他是大富豪，都想跟他换钱做生意。但是现在情况变了，面包店发现大家最近不想吃那么多面包了，之前烤的面包太多卖不掉，老板一拍大腿说停，今天少揉点面团，这下轮到谁慌了？当然是隔壁卖面粉的澳洲啊，面粉供应商赚不到钱了。大家一看，哎呦，这地主家也没余粮了，那他手里拿着的澳币，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没那么香了？投资人是非常现实的，这就是一种集体心理学。当大家预期你未来赚不到大钱的时候，资本就会悄悄撤离，这时候澳币的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其实你去看2026年初这几个月的真实数据，澳洲的出口收入里，铁矿石依然占了极大的比重。中国只要打个喷嚏，澳洲是真的要感冒发烧的。但我前面说了，今天不是来给大家制造焦虑的，经济的波动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跌往往意味着机会。不过，事情真的只有面包和面粉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单纯的生意不好做，大家坐下来谈个价，打个折也就解决了。但你们别忘了，这里面还掺杂着两个大国之间看不见硝烟的政治博弈，这才是最让投资人头痛的变数。
你们去看看现在的国际新闻，澳洲现在的处境其实挺尴尬的。我一直觉得它像是在走钢丝，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你想想那个画面，如果你在外面做生意，你有一个超级大客户，也就是中国，这个大客户每年给你贡献了1半以上的利润，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结果你转头就跑去跟这个客户最大的死对头美国称兄道弟，还在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UK-US 框架下大张旗鼓的搞核动力潜艇，甚至在南海问题上时不时给你的大客户使点小绊子。你猜这个大客户心里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好啊，我拿真金白银养着你，你却处处防住我，还想联手别人来围堵我。所以中国这个大客户绝对不傻，他现在不光是自己国内需求放缓了，他还在做另外一手非常狠的准备，就是寻找备胎。你看中国这2年拼命在非洲几内亚搞那个西芒杜铁矿项目，2026年已经开始进入产能爬坡期了，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鸡蛋从澳洲这个篮子里拿出来，这叫供应链安全战略。当经济的自然衰退碰上了这种大国之间的政治冷战，这才是对铁矿石和澳币最致命的双重打击。讲到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就在几年前，有一次澳币也是因为地缘政治加上全球恐慌跌得非常惨，那时候市场上一片哀嚎，你看所有的财经新闻，各种专家都在说澳币要跌破历史新低了，赶快抛售，没救了。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都慌了神，急急忙忙的把手里的澳币全部换掉，结果亏了不少血汗钱。但我当时盯着盘面，看住市场上那种恐慌的情绪蔓延，我心里其实是非常冷静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市场的定价很多时候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恐惧。这就是投资心理学里面的那句老话，别人恐惧，我贪婪。我当时没有跟住抛，我反而坐下来算了一笔账，澳洲再怎么跌，它的底子还在啊，它依然是全球数1数2的资源大国。中国就算经济在转型，10几亿人口的基本盘在那里，总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不用钢铁了吧？当市场情绪达到极度恐慌，所有坏消息都已经被反映在价格里面的时候，往往就是转机出现的时候。于是我在那个大家都觉得是无底洞的位置分批进场了。结果呢，几个月后情绪修复，价格回归理性，那一波反弹让我结结实实的赚了一笔不错的利润。我今天把这件事讲出来，绝对不是为了显摆我有多厉害，我是想用我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告诉你们，永远不要被市场的恐慌带住走，你要学会剥开情绪的外衣去看本质。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最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铁矿石回落了，澳币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跟住无底线的跌？中国还会不会出大招来？就是我的判断是这样的，你们听好，中国现在的策略叫添油战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挤牙膏，经济稍微差一点了，央行就稍微放点水，降点息，保证它不崩盘。但是如果你还指望中国像以前那样再来一个几万亿的大放水，把房地产重新炒上天，把铁矿石价格重新拉回巅峰，我劝你彻底放弃这个幻想。国家现在要的是高质量发展，是新能源，是高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绝对不是满地盖没人住的空房子。所以因为铁矿石这个拖油瓶，澳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肯定还是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只要中国的经济数据一天没有明显的强势反弹，市场就会条件反射的去空澳币，汇率在 0.65 到 0.7 之间拉锯可能会成为常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澳币会跌成废纸，为什么？因为澳洲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场你看不见的质变，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真实环境，需求弱，供给强，地缘政治复杂，而且大周期的逻辑已经彻底变了。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天啊，这局势太复杂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手里的资产缩水，或者只能钱等住？绝对不是，聪明的人从来不会在危机面前坐以待毙，洗牌的时候往往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场变局中真正的财富翻盘点。很多人做投资死就死在一个心理学效应上，叫锚定效应。什么意思？就是你脑子里永远记着澳币以前对美金能到 0.8 甚至1:1的辉煌，或者铁矿石以前1吨200美金的高价，你一看现在跌了，心想哇好便宜，比起以前打折了，赶紧抄底。听我一句劝，在2026年这个节点，千万不要去接天上掉下来的飞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引擎房地产已经明确换挡，当大国之间的博弈还在拉扯，你去赌铁矿石明天就会暴涨，这不叫投资，这叫买彩票。现在的澳币短期内它没有那种一飞冲天的动能，
如果你现在手里拿着大把的现金，准备毫无策略的全仓冲进去换澳币，或者去炒那些重资产的钢铁板块，我建议你先把手绑起来，冷静一下。我们换个思路，你想象一下，你去一家常去的网红餐厅吃饭，以前这家店的招牌菜是红烧肉，也就是铁矿石，你每次去都必点，老板也靠这道菜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大家的口味变了，大家都开始健身、减肥，不想吃那么油腻了，红烧肉卖不动了。你作为一个聪明的食客，也就是投资人，你会怎么做？你难道跟住老板一起对住红烧肉发愁吗？错，你应该抬头看看菜单，老板为了生存，是不是悄悄推出了一道低脂轻食沙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赚钱机会。中国是不怎么疯狂盖房子了，但中国现在在疯狂造什么？根据2026年最新公布的发展规划，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车、超大型储能电站，还有遍布沙漠的太阳能阵列。造这些东西虽然不需要那么多铁矿石，但它需要大量的铜，需要锂，需要各种稀有金属，而你猜怎么住？澳洲除了是个卖铁矿石的，它现在正拼命转型成为全球新能源金属的供应基地，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差。当市场上所有的新闻都在盯着铁矿石哀嚎的时候，聪明的资金早就开始悄悄布局澳洲那些铜矿和锂矿的优质标的了。这就是未来走势的隐藏密码，旧经济在退潮，但新经济的矿车才刚刚启动。如果你能看懂这个趋势，你就不会被澳币暂时的疲软给吓跑，反而能从中找到被低估的珍宝。现在，新加坡交易所 SGX 铁矿石主力合约仍在100美元上下挣扎，盘中多次逼近100元关口，整体走势长期被压在98到103美元区间，反弹乏力，技术面呈现典型的弱势震荡。市场现在最恐惧的不是价格跌了多少，而是那种反弹无力的绝望感。尤其是上周中国两会刚把2026年的 GDP 增长目标定在 4.5% 到 5% 这个区间，这实际上是正式宣示了那个靠疯狂盖房子、大拆大建来拉动经济的旧时代已经彻底落幕。这就是为什么澳币对美金现在只能在 0.7 附近艰难徘徊。尽管澳洲央行在2月份刚刚把利率加到了 3.85%， 甚至就在几天后的3月17日，市场还在疯传有 22% 的几率会再加息25个基点来对抗顽固的通膨，但你会发现利差带来的吸引力竟然完全压不住资源出口下滑的心理恐惧。这在投资心理学上是一场惨烈的拉锯战，一边是高达 3.85% 以上的存款利息诱惑，一边是支撑澳币底层价值的基本面裂缝。大多数人在这种时候会陷入决策瘫痪，看住资产缩水却不敢动弹，但聪明人这时候在看什么？他们盯着的是澳洲政府1月启动的12亿澳元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这背后不是单纯撒钱，而是澳洲在重新划定自己的战略版图。当铁矿石和煤炭这些旧能源逐渐失去定价权的时候，澳洲正在强行把自己的国运绑在 T 加和稀土这些新能源命脉上。这种转型期的阵痛是巨大的，但阵痛中往往藏着被市场误读的价格洼地。你要明白一个残酷的定价真相，现在的市场不再看你过去几十年卖了多少石头，它只看你未来能不能卡住新能源供应链的脖子。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现在最危险的心理就是等回本，你等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你看2026年初这波中东局势导致的航运成本飙升，竟然成了铁矿石空头回补的唯一借口，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支撑价格的不再是真实的需求，而是脆弱的供应链风险。这种由坏消息撑起来的短暂反弹是最不可靠的，一旦局势稍微缓和，回调的力道会让你怀疑人生。所以与其在澳币汇率的小数点后3位纠结，不如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澳洲不再是那个单纯的矿山，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具备国防价值和科技属性的能源堡垒，你的资产配置还能像以前那样简单收租吗？这种认知的落差就是接下来财富重新分配的分水岭。很多人还在旧战场里捡弹壳，而真正的赢家已经在布局新世界的地图了。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只要守着那点澳币定存就能安稳度日，那我接下来要讲的具体操作建议和那个隐藏版的 bonus 策略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所以当我们看清了这场从旧能源向新能源跨越的大趋势，你就明白为什么2026年的今天，虽然铁矿石价格在98到103美元之间表现得如此挣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跟住市场一起绝望，这反而是一个重新校准你财富导航仪的最佳时机。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天啊，这局势太乱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手里的资产缩水，
或者只能钱等住市场施舍一点涨幅，绝对不是。聪明的人从来不会在危机面前坐以待毙，洗牌的时候往往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最佳时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场变局中真正的财富翻盘点，也是我今天最想跟你们分享的核心观察。很多人做投资，最后死就死在一个心理学效应上，叫锚定效应，也就是你脑子里永远记着澳币以前对美金能到1:1的高光时刻，或者铁矿石以前1吨200美金，全澳洲都在数钱的疯狂年代。你一看现在价格跌了，心想哇，好便宜，赶紧冲进去抄底。听我一句劝，在2026年3月这个节点，千万不要去接天上掉下来的飞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引擎已经明确换挡，当中国刚刚在两会公布 4.5% 到 5% 这种极其务实的增长目标时，如果你还去赌铁矿石明天就会报复性暴涨，这不叫投资，这叫买彩票。现在的澳币短期内没有那种一飞冲天的动能，如果你现在手里拿着大把的现金，准备毫无策略的全仓冲进去，我建议你先把手绑起来，冷静一下。我们换个思路，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去一家常去的网红餐厅吃饭，以前这家店的招牌菜是红烧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铁矿石，老板靠它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大家的口味变了，大家都开始健身、减肥，红烧肉卖不动了。你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人，你难道要跟住老板一起对住那盘没人要的肉发愁吗？错，你应该抬头看看菜单，老板为了生存是不是悄悄推出了一道低脂轻食沙拉？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转机。中国是不怎么疯狂盖房子了，但中国现在在疯狂造什么？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车、超大型储能电站，还有遍布戈壁的太阳能阵列。造这些东西需要大量的铜，需要锂，需要各种稀有金属，而澳洲现在正拼命转型成为全球新能源金属的供应基地，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差。当大家都在盯着铁矿石哀嚎的时候，聪明的资金早就开始布局澳洲那些铜锂矿标的了。旧经济在退潮，但新经济的矿车才刚刚启动。好，说到这里，能跟着我听到现在的，绝对都是对自己财富负责的人。我开头答应过要送大家一个 bonus， 一个隐藏版的资产布局策略，我把它叫做弱周期下的现金流堡垒。很多朋友手里被套住了不少澳币资产，现在卖也不是，不卖又心疼。我的做法是，利用现在澳洲依然处于 3.85% 甚至更高的高利息环境，去寻找那些完全不受铁矿石价格影响，且具备强大定价权的澳洲本土蓝筹股，比如澳洲的4大银行，或者垄断级别的连锁超市。你仔细想，不管铁矿石跌到什么程度，澳洲人难道不吃饭了？难道不还房贷了？这些企业在通膨环境下是可以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而且他们的股息率非常吸引人，很多都能达到 5% 甚至 6% 以上。再配合上现在的高利率定存，你的策略应该是放弃在汇率上赌短期的波动，转而利用高息环境让你的资产在当地像滚雪球一样产生被动现金流。等到下一个经济周期轮转，澳币重新走强的时候，你不但赚到了这几年的高额分红，还能白白享受一波汇率升值的红利，这才是成熟投资人该有的定力。今天的内容讲到这里，如果你听懂了那个现金流堡垒的逻辑，你应该已经发现，现在这个被大家看衰的市场，其实处处都是打折的优质资产。不过，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最纠结的不是逻辑，而是具体的操作细节，比如在澳洲目前 3.85% 加息预期下，哪几只银行股的股息最稳？哪几家超市龙头在通膨压力下利润反而逆势增长？甚至具体到什么价位进场，什么时候分批建仓才是最安全的？这些具体的名单和我的私人操作手册，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今天这支影片已经讲不完了，所以我决定给一直支持我的铁粉们一个专属方案。如果你们真的想看这份澳洲高息蓝筹股实战名单，以及我针对2026年下半年制定的资产防御计划，请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想看实战方案。只要留言的人数够多，大家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够高，我就会马不停蹄的专门再录制一支更深入、更直接的视频，把这些我个人真金白银在盯着的标的一点不留的公开给大家。如果你想优先看到我的全部投资方案，你可以选择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每个月的会员费用算下来，其实比你买一杯奶茶还要便宜，但这背后为你省下的亏损和带来的潜在收益，绝对远超这杯奶茶的价值。财富从来不属于那些只会观望的人，而是属于那些看准了趋势，并且敢于在迷雾中精准出击的人。我希望透过我的分享，能让你们在这个混乱的2026年守住口袋里的钱，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必须按照惯例跟各位老朋友叮咛一句，虽然我今天把我所有的心法、经历和对市场的判断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你们，但请记住，这一切内容仅仅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投资者的经验分享和分析意见，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或法律依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尤其是现在这种大国博弈、地缘政治极度敏感的时期，铁矿石的一点风吹草动，或者美联储的一句表态，都可能让盘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投资绝对没有100%的胜率，所有的风险都需要你们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去独立评估，风险自担。大家都是成年人，一定要对自己的钱袋子负责。最后，我想反问荧幕前的你一个问题，如果澳币真的在3月17日澳洲央行开会后出现剧烈波动，你是会选择恐慌割肉，还是会跟我一样，去寻找那个藏在沙拉菜单里的翻盘机会？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会每一条都认真看。别忘了给我点个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对我持续做出高质量的财富内容非常重要。也请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你身边那些还在为澳币和铁矿石焦虑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资本市场的风浪中看透底牌，稳步前行。谢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